们来看看韩国的最新局势啊，这个可能这个尹锡悦他要倒数下台的时间了，可是呢，民众等不及了。我们看到上千人昨天呢涌入南韩的总统官邸入口并且呢突破了警方的警戒线，涌进首都龙山区汉南洞的总统官邸入口。他们一边高呼尹锡悦下台的口号，一边要求尹锡悦立刻下台。而另外，我们看到南韩最近的温度非常的低比起我们台湾我们现在已经觉得很冷了。可是南韩最近一周最低温是零下的3度到零下的5度所以你可以看到南韩的这个人民这个蛮强韧的你看不分日夜，不管多冷，他们就聚集在国会外头，聚集在总统的官邸外头，就是要求尹锡悦赶快下台。那尹锡悦到底怎么想的呢？因为其实不只是一般民众你看宗教界最新在今天下午已经跑去首尔的光化门广场开记者会说是要立刻弹劾这个总统，让他赶快下台。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演艺圈表态了，商业工会表态了，大企业表态了，现在宗教界也出来表态了。尹锡悦已经离心离德了，可是他本人还是不愿意下台所以我们看到民调怎么显示，现在呢尹锡悦还有11%的支持率，我也是觉得很高，太高了吧？可是有74%的南韩民众要求他立刻下台，而16.2%的人也要他走，可是就是有秩序的，就是慢慢来慢慢来，不要这么快。那只有不到10%的民众认为他还可以继续在这个位置上。而另外，如果尹锡悦就像南韩执政党讲的说，他手上已经没有权力了，那么谁在进行总统的职务呢？我们看到外国记者就问到了南韩的总统府发言人，结果这个南韩总统府发言人居然说，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官方答案。其实这个回答很瞎那意思是说现在南韩的权力真空吗？到底是谁在治理南韩这个国家？这个蛮可怕的北韩是不是可以立刻过来这个牵动有很多各种的局势。可是昨天我们看到尹锡悦他还在履行他的总统的职务因为他向韩国的国会提出大法官任命案，这是总统的职权那他想干嘛一般就可以想象到我们台湾是不是现在国会里面，我们的总统也要在大法官的提名上面做一些所谓对他有利的部分？所以尹锡悦是不是得到了台湾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现在提出了大法官马庸州的任命案提案的理由是，随着大法官任期结束要赶快提出下一任人选可是呢，国会现在如果要进行弹劾案，宪法法庭的裁决还是关键。目前宪法法官只有6名，如果其中有人反对，这个弹劾案就会被驳回。所以尹锡悦是不是打这样的如意算盘？我任命的这个人，他是我的人，就算弹劾案过了也没用宪法法院的大法官就可以驳回了所以尹锡悦真的他没有想要下台啦他没有想要下台。我们再来看看呢，现在这个戒严风波已经演到说执政党有8个人倒戈，如果这个礼拜6要举行弹劾的话执政党有8个人会赞成，那就达到了弹劾尹锡悦的门槛，只是说还要进入大法官那一关。而另外呢，最新的说法，我们看到尹锡悦本来一开始不是讲说因为北韩勾结我们的国会所以我们要赶快戒严。那昨天他出来的演说里头，居然扯到中国大陆他说因为中国大陆有间谍来，这个外国间谍想要颠覆我们所以我才要戒严。那北京今天也有发言人回应说，坚决反对炒作我们看到呢，包括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说坚决反对韩方将内政问题同涉华因素相关联炒作啦他们觉得这样讲法太过火了这样的连结是恶意连结。那另外尹锡悦还讲了一件事，除了间谍之外，他还说中国大陆的太阳能设备破坏了我们韩国的森林这个也是一个理由。你看中国有间谍来，然后还破坏我们的森林所以我要戒严那中国大陆也有回应，他说深感意外和不满，不过他没有点名
我们看到毛宁的说法是说，这个绿色产业是全球市场需求嘛，应对气候变化，怎么会跟你的戒严有关联呢？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最近也有一些所谓的间谍案在美国出现说是有一名中国的男子他用无人机来拍美国的太空基地，所以司法部在机场把他给拦下来了，把他给逮捕了那这位男子将面临最高4年的有期徒刑，所以是不是在呼应尹锡悦的说法呢？因为尹锡悦也说南韩遭受中国间谍的入侵所以我要戒严，是有呼应吗？另外我们看到呢，南韩现在政局不稳，美国的国防部长到日本去表达坚定的支持，因为日本的首相其实他现在的这个民调也是低的嘛，所以是不是担心美日韩的联盟有一点点这个不是很这个稳固所以要来表达坚定的支持？来，先请教赖老师。我觉得韩国的问题是因为尹锡悦没有辞职，所以他就没有下台的可能性嘛。现在，因此他就是现在的总统，所以他继续在履行他总统的职务。那当然，之前好像他跟这个执政党的党魁韩东勋他们有私相授受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国家的权力可以私相授受这简直是违法乱政、违宪乱政嘛！这个简直是莫名其妙。坦白说，全世界都觉得实在是非常的惊讶不已说，哎呦，原来这2个人谈好了以后，然后尹锡悦就是说，那我退到第2线然后呢我现在不管事情了，所以我现在的事情都交给执政党来管。根据哪条宪法，执政党可以管理国政，可以代行总统的职务。执政党谁可以代行总统的职务？这简直是违法乱政到极点。好，结果当我们看到这个尹锡悦后来又反悔了，反悔了以后又不道歉了先道歉嘛，然后不认错，接着是连道歉都没有了，说我一点都没错。没错以后，结果我们看到了这个国会就通过了对于他太太的这个特检法这个案子，一通过以后，尹锡悦就走得更前面了，然后就是说，那我宁可被弹劾，因为现在是赌最后一把嘛，就是宁可被弹劾，弹劾以后，就像您刚刚讲的，要送到大法官，6位，只要有1位反对就可以，所以他要任命他的亲信来当大法官。那我猜，这是我猜的我猜他是不是有看到台湾的大法官的这种水准的案例，说这个我们的国会对于这个政府的监督本来就有这个权利大法官都可以这样子为了这个政党的利益来胡搞瞎搞，那会不会就是一定会有大法官干这种事台湾都可以干，韩国人一定会有大法官可以干所以他就认为说，我只要赶快任命一个大法官。不过我觉得尹锡悦脑袋已经坏掉了，为什么？他现在任命的大法官怎么会在国会通过呢？怎么可能会通过呢？一定不通过一定不通过嘛。现在我们看，但是我觉得他搞不好有看到台湾的案例就台湾的这种启发，就台湾的这种大法官的水准这么低的案例然后没有节操完全没有节操，没有司法，没有法律人的节操，只为政党服务的这种案例，他认为说台湾可以做，台湾 can， 为什么我们韩国人不 can 呢？当然是也可以嘛所以我个人觉得，对尹锡悦来讲，觉得他赌一把吧，反正总是会有不要脸的大法官，永远会干这种事。好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对于尹锡悦来讲赌这一把，可是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讲，他的执政党已经被他出卖了，他太太也被他出卖了。那现在怎么办？明天如果执政党再投下反对票，我相信就是不支持弹劾。我相信人民的愤怒，除了对于尹锡悦以外，也会对于这个执政党。如果大法官有人敢投下就是说那个否决这个案子的话，那一个愤怒也会给予那位大法官，会变成全民公敌所以他搞不好已经收了钱，准备坐飞机先溜了，真是。这个很像电影情节，我猜的啦。这个就很像电影情节。不负责任的说。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其实尹锡悦在昨天上午的8点40进行第2次的国民谈话，他讲了漏等一大堆啦，但是其实没几分钟。但是他讲说原来第一个
在野党并不承认国民选出来的总统，他只赢不到1%，然后因而不停推动总统下台与弹劾，这是他宣布要戒严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他说，釜山有人使用无人机来拍美国航空母舰以及南韩的军事设施，是不知道现在有卫星吗？卫星的解析度，连我们在地面上摊开来看报纸，无论你是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那几个大字，卫星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需要人去拍吗？不要啊，那去拍的就是爬墙党，就是好奇嘛。你也可以把这个当作戒严的理由啊。那另外一个，他竟然说啊，南韩现在处于亡国的状态，然后所宣布戒严。其实我们好像大家都没有这种感觉，只有尹锡悦他自己要被砍了，所以他觉得他需要戒严啊。那但是呢，我们其实这样讲啊。现在有关于国民力量党，早就要把它给直接的断尾求生了。为什么？我们之前在讲是要留下总统呢，还是总统夫人？现在这2个人都留不住。然后结果上一次投票的时候，结果国民力量党竟然大部分的其实几乎全部都走了，那只留下1、2个人，那根本成不了什么事的。那现在这样呢？其实国民力量党的党主席韩东勋他已经讲了，其实。现在只有弹劾尹锡悦是唯一的方法，意思是什么？明天下午的表决，大概尹锡悦就拜拜。然后如果是这样，当然还要经过这个大法官会议啊。那我是原来刚刚赖老师的开示，原来我们台湾的政治乱象还有外溢效果。原来尹锡悦从这里面得到了灵感也就是说。这些大法官是不是有人的痛脚被捏到了？那也就是说，没关系啊，你们就算通过之后送进大法官宪法法庭的时候，那也不一定会通过啊。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尹锡悦做了这么多的傻事那最扯的就是扯中国大陆有人在拍照这件事情。我只想请问，自信在哪里？我们一天到晚在讲民主政治跟社会主义。在进行制度的竞争，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例如说像我们台湾像南韩一点民主的自信都没有。来请教董哥。尹锡悦的一些讲法越来越像沈伯洋大家可以看到什么都扯中国大陆。那他其实最大的错误，他现在想到什么？想到台湾的情况是不是？台湾情况很容易你只要大法官都听你的国会对于你戒严怎么可以推翻呢？那是违宪大法官就说违宪嘛。那你就保住了总统官位，总统官位你就不怕你太太会被怎么样？因为你可以特赦他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全部赢家。他应该很沉潜的因为他跟金东勋已经讲好，金东勋现在的怀的鬼胎是什么？因为我现在比李在镕的民调低，你要给我一些机会，让我慢慢的成为领袖嘛。我民调高过李在镕，然后你再辞职，我们再来重选，我们国民力量党又赢了嘛。他的鬼胎一定是这样，但是因为尹锡悦他等于就不讲话不算话，他心里害怕他心中只有沈伯洋嘛，是不是？所以就每天中国大陆那他低估了韩国人对于他整个政策的反感，尤其他亲日亲到让韩国人没有尊严。韩国人是非常痛恨日本人的。对，民间其实让民间痛恨到你怎么去跟他有那些协商？然后他那时候2次大战抓了很多韩国人去做免费劳工赔钱，你政府自掏腰包赔自己的韩国人，怎么可以这样？我们是跟日本人要钱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尊严让韩国人对他非常生气。但是我们如果你照现在的情况来讲，其实国民力量党本来108席，当然已经松动，媒体都写说已经有7票会投，绝对不止现在只是有些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因为你到你自己的家乡这些议员你回家乡，你红白喜事地方的庙会你去参加，你会被你选民唾弃。对啊，你怎么还在挺尹锡悦？你下次还要不要选尹锡悦？韩国总统只能当1届，尹锡悦也不能再选了，你去扒着他干嘛？所以他的压力很大。你只要看今天那个金建熙那个特检案，对，那特检案282人到场，结果有195的人是投赞成票，有85票是反对。
国民力量党是108票，啊，你怎么会有85票反对？里面有2票弃权啊，那表示你有87票，87票你已经跑了19票了。有人就不出席抵抗嘛。但是明天要投的话，大家都有压力，你只要那个一记名出来，一定兵败如山倒，尹锡悦的弹劾案一定会通过。那你通过，你那个是非常狼狈。为什么？因为他所有依照法律来走的话，你等于说你就走向朴槿惠的情况。对，那时候就是所有的法律程序都完备，你是被这样搞下台的。今天你可以很风光说那我觉得我有愧疚，我又怎么样？这个还有一些好的收场。那他现在要采取这样的方式，那自解死路不用讲了。对，真的，我觉得很感慨哦。尹锡悦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不过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的战场，现在看起来也是让人觉得很心惊，可能还要再牺牲更多的人命哦。因为你看到乌军这个守在这个地方红军城，可是俄军距离乌东重镇仅3公里哦。你可以看到前线的这个军官传回来的一个讯息是异常艰难。你看俄军已经兵临城下了，而还有另外一个征兆，克里米亚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俄国人调集了好多的重装备，把它给调走，调到哪儿呢？他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乌克兰的扎波罗热这个地区，包括你看到装甲坦克步兵战车还有装甲运兵车，以及军用拖拉机以及卡车，陆陆续续也把它撤到扎波罗热这个地方。所以看到泽伦斯基最近也跑去这个前线扎波罗热那去探访一些前线的官兵希望他们能够抵挡一下这个再坚持下去。可是看起来这个战事不是这么乐观啦。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简报说，北约警告普京希望将乌克兰从地图上抹去。所以北约这个新的秘书长吕特他上任了一段时间看起来他对这个俄罗斯是比较强硬的那一派。他说普京下一步就会并吞这个乌克兰，然后呢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所以呢应该为俄罗斯可能试图在欧洲这边乱搞我们要做好准备。那怎么做好准备呢？就是投钱嘛。他说我们现在呢这个国防开支只有这个大概3%的这个 GDP。那现在呢，大概2%，勉强2%如果不增加军费的话，未来4-5年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他是希望把这个军费的这个钱往上抬占 GDP 的这个份额多一点。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欧洲这几个国家也站出来在这个时间点说乌克兰你一定要让他加入北约。这个道路也不可逆包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还有西班牙的外长他们说要致力为乌克兰提供坚实的安全保证包括可靠的长期军事跟财政支持所以你看到这场战争打到现在那还是很难逆料到底未来会怎么样马克宏跟图斯克讨论向乌克兰派遣维和人员，如果是这样。俄罗斯不是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吗？就是视为是宣战欧盟要跟我们这个北约要跟我们这个宣战开启战端，那不是变世界大战了吗？就是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担心的事情会发生吗？波兰的总理图斯克就说，那任何相关提案都必须得到乌克兰人的认同所以呢他寻求优先确保欧洲安全的解决方案，此话怎说呢？另外，我们看到马克宏打算到明年的时候去访问中国，那可能跟俄乌战争结束有关系那我们看到马克宏这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南华早报说这个马克宏可能要到中国，那谈的可能也是跟除了商业间的一些贸易，可能跟乌克兰战争也有关联。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因为大家都在等他上任之后的作为嘛，对于乌克兰战争他的态度其实从选前到选后看起来都算蛮一致的因为最近他接受访问时代杂志的访问，他就说了因为乌克兰不是用美国的飞弹攻打这个俄罗斯的领土嘛，他说这太疯狂了啦，这会让战争升级耶，不应该允许他们这么做所以未来可能美国的动向是至关重要。而另外以色列连番空袭叙利亚现在包括这个美国也在做各种的这个准备。
那这个美国的说法是说，这是防止叙利亚的重装备或者军装备落入敌手哦，所以我们在那边做空袭哦，包括以色列也在空袭。那另外呢，这个叙利亚的确它的武器库据说很庞大哦，那有很多人都在觊觎这些武器哦，所以美国他们说要转移援助乌克兰，把这些武器啊把它拿到，然后再放到乌克兰战场上哦，所以你看到这个战场是联动的。来，老师，红军城的战略要地实在是太重要了啊，所以乌克兰跟北约在这个地方已经经营很久啊，从2014年一直经营到现在，所以它的防御的攻势是非常的一层一层的。目前来说的话它的防御攻势一般估计是5层了，现在应该打到最核心了，只差最后1层。那当然打进去以后，那又是城镇战的，跟那个隧道战了，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矿坑等等的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俄国打得很保守，也就是因为避免再犯之前的曾经就直接冲进去以后就在城镇里面厮杀，在这个钢铁厂里面厮杀的那样的一个惨剧所以俄国现在是凭借着它的优势的兵力跟火力是不断的轰炸，然后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推进。那他已经把这个红巾城整个牵制住了牵制住以后它就等于是切断了红巾城原本的最重要的功能。因为红巾城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前线，他们的所有的需要的战略物资跟兵源都是从红军城这个地方转运的。那当他开始攻红军城的时候，它的转运的功能就比以前弱了。在这个情形下，你看这个俄罗斯它的军队里面就往这个扎波罗热这个地方，扎波罗热是延伸到黑海这个海岸线很长的一条地，然后它往南走就是赫尔松，再往南走就是克里米亚半岛，所以它是从克里米亚半岛进入赫尔松，再进入扎波罗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等于是说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这个对乌军的目前来说它很不利，因为它未来很有可能损失的这个土地将会更加的快，而且更加的大。然后如果让整个俄国都连成一片，一直连到扎波罗热跟赫尔松都连成一片了以后那在乌东地区的乌军所能控制的区域就变得很小了，被包围了。那如果俄军再从第聂伯河开始往北打的时候，切断了他们跟第聂伯河的后退线，就等于是整个被围住了。那乌东地区在未来来讲，整个会被吃掉，这个是对乌克兰的长远来说的话，坦白说是不利的。因此，赶快停战，这个对乌克兰不会是一个坏事情。问题是怎么样停战的问题，谁能够出来让这个已经打得很不顺手，而且兵败如山倒的乌克兰，那赶快停战，那你就必须要让俄罗斯停战嘛。可是俄罗斯他目前打得顺手，他为什么要停战？这个就是矛盾的一个地方。那我看到的地方是在于美国即将要换届了，因为拜登的任期已经不到1个月好像不到1个月了。对，20号就要下来了嘛。那不到1个月的情形下，对于拜登来说，他现在你要想把叙利亚的武器装备转移到乌克兰，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而且呢，你的这个乌克兰的士兵要能够使用遏制的武器，当然过去他们有使用遏制的武器，可是这些武器有没有好好的保养维修都不确定。你要先过滤，确定好的武器堪用的才能够移转，这要花多少时间？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的部队有多少能够进入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原来的恐怖主义组织现在掌控这个地方嘛，那他怎么可能让你美国的进来？所以等于是你美国能够掌控到的叙利亚的武器还是很有限。何况布林肯讲的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以色列要摧毁？就是避免这些叙利亚的军事装备落入敌人之手。你的敌人指的是谁？敌人指的是现在你准备要承认的叙利亚的新政府，还是指的是谁？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很明显的，布林肯的外交也不够成熟。应该他讲就是说，摧毁叙利亚的武装部队，然后使这个地区不再有武装能力去侵略别的国家。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这个布林肯的表现这4年真的是不怎么样，因为他也快下台了。他真的表现不好。是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请教舰长怎么看俄乌战争现在的最新的状况？普丁最近又在讲啊，如果泽伦斯基在使用美国战术飞弹攻击到俄罗斯的本土的话，那俄罗斯再继续用真果树，也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11月19号，上个月19号，那个乌克兰就使用美国战术飞弹，然后使用完之后，马上俄罗斯就使用真果树。所以我们看啊，现在这个战争已经打到非常残忍的地步啊。但是如果我们来看看3个大家比较重视的战场啊，第一个也就是库斯克的这个地方啊，库斯克这地方打的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竟然啊，这个俄罗斯让这个乌克兰啊打了2个洞进去啊，那他打了这2个洞进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就让你的精锐不断的深入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左边的，这个是11月24，右边的是昨天12月12号，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之前的这个缺口现在已经封掉了。你现在精锐打进去，它最后从这里一拦截，整个口袋一收，你精锐又没了。所以其实我们讲这个战争是很残忍的。那另外我们讲到的红军城，大家一直在质疑红军城为什么打得那么慢。我们必须要讲红军城这一线呢，其实前面全部通通都是堡垒城市。堡垒城市非常难打而且呢，它要顾及到所有的部队都要拉齐，也就是说，不要出现缺口，不要出现突出部。如果出现突出部，那是不是很容易让乌克兰截断呢？这个奇形怪状的，这个就是红军城啊。那现在俄罗斯已经打到辛普什提卡的这个地方，那他打到这个地方我们到底可以看到什么？这个当然有更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打到辛普什提卡，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这里面全部通通都是平原啊，也就后面没有所谓的堡垒城市。然后打到这个地方之后，它兵分2路，第一路继续的往西面打，第2路转回来那个舍夫琴科的这个城市。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红军城的右翼啊，所以红军城被攻下，其实就只是看俄罗斯他到底要动员多大的兵力。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军人现在攻进红军城了哦。我们看到乌克兰这边说战事的情况非常艰难。其实乌克兰已经被丢包了，各位，他已经被丢包了。为什么？因为川普当选了。那现在俄罗斯为什么动作这么大？他的因为他如果占领，他的战局对他越有利的话，他谈判的筹码就高嘛。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川普是不理会乌克兰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跟拜登在选的时候，他就拜托乌克兰的泽伦斯基总统说：“你帮我收集他们拜登家族在这里做生意的资料，找一个检察官把它查出来，给我来打选战。”这些过程是被录音了因为他们在讲话的过程。那泽伦斯基没有照他的意思，后来川普选输了他其实把这个是记在心里，他是会记仇的。好，那现在川普打算怎么做？他觉得这也不是我们的战争啊。叙利亚他说不是我们战争，泽伦斯基的乌克兰也不是我们的战争，关我们什么事啊？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维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欢迎3位。我们先来看看现在国际间的局势。CNN 报道了他说其实不止 CNN， 很多国际媒体都报道了。我们看到川普他即将就任美国总统，他邀请习近平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习近平会怎么接招呢？可是我们映照到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你看美国人都可以邀请习大大了，那我们台湾，我们的赖清德总统有没有一天有可能邀请对岸的领导人来台湾呢？看起来
比较难啦哦，因为我们就来看双城论坛。2个城市的交流，在台北和上海之间已经行之有年了。可是今年看起来，当局不乐见，要封杀。我讲的是我们台湾啊，上海台办主任不能来，因为已经递交了申请书嘛。那有几个人，包括媒体记者，包括上海台办主任，说是签证不发。那我们看到陆委会说，他设下了随时严办的但书哦，而且呢说你这些陆台名单还要市府再补件哦。那市府这边的角度认为好像有一点在刁难哦。我们看到包括媒体记者要来采访，是直接审核不过哦。那就有一个说法，这是直接封杀。那根本就是不乐见、不希望哦，干脆不要办最好。陆委会说，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要抗议成都22条。那另外我们看到对岸，不是最近呢，我们看到国安会、国防部都说对岸有大型军演，而且是30年来仅见的大规模集结。可是包括美国、日本都说那是他们自己在做训练嘛，所以老百姓也搞不懂不飒飒。现在我们看到 AIT 说对这个演习，他说是军演他说这个有人说是训练呐可是他说已经达到大型军演的规模了。他们说希望中国避免破坏区域和平。不过呢 AIT 也说了，这个所谓的大型的演练跟这个赖总统出访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 AIT 有发出警告，我们看到日本还有美国智库好像说包括最近呢有一些军事上面的动作他们也都在注意。史丁生研究中心说，如果北京动用武器摧毁或破坏跑道这是讲的是日本，那日本机场关闭至少要到11到12天。距离这个较远的关岛和太平洋岛屿机场也可能关闭至少1.7天所以他们有一些因应的手段跟计划包括建议美国投资大量相对低廉的无人机跟电子作战能力增加对中国攻击计划的难度。那当然这个大国之间可能有一些军事上面的对这个演练或者是预防擦枪走火，这个都可以理解。只是日本的防卫省其实最近呢也是非常紧张，已经紧张了一段时间了。他说，解放军3波3型6舰先后经过冲锋水道返回东海那他们也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在媒体上面也有报道，石破茂很担心他说，中国大陆的航母逼近领海，将强化防卫力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那个对岸的国防部中国大陆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是说，没有必要风声鹤唳，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基本的训练不要炒作或者渲染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可是这样事情呢，你来我往已经讲了很久了。我们就先来看看解放军的战力未来会达到什么样的这个阶段包括一些影像或者一些报道从媒体上揭露出来的。你看到呢这一张图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温州市不过导播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的影像说是看起来圆圆的这个球叫做 RT-G， 它号称水陆2栖，它在陆地上呢用滚动的方式移动，在水里可以透过球体内的内建螺旋桨前进最高可以时速35公里追击敌人，还可以承受高达4吨的冲击力。这个圆圆的东西未来是要用在军事上吗？因为也有人拍到您看到的是画面，可是也有人拍到中国大陆在温州有像是这个有人在巡逻这个是警察在巡逻，所以有人就说未来像这样子的机器是不是也会用在像是这个战争战场上面？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印度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它可能两边各方面都会有一些交流，所以在军事上面呢，我们看到随着中国歼20的快速生产巴基斯坦可能会引进第5代的战斗机，所以印度它要应对，它面临更紧迫的战斗机的更新要求那美国的 F-35因为印度购买了 S-400防空系统，所以没有向印度提供于是苏凯57成为印度短期内唯一的全球第5代战斗机的选择印度会靠向哪一边呢？这个地方可能也变成中美角力的下一个战场。而另外美国最近出现了20年来首度4星上将被解雇
的一个案例啊，原来这是一桩丑闻，这是来自于美国陆军部长沃穆斯，他解雇了一名高级将领啊。这个报道说，因为他滥用职权哦，把一些不应该放的人放进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新的讯息。而另外，我们在节目一开头就说到了，川普放大绝哦，出奇招，他直接邀请习近平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可是中国大陆到现在已读不回。CNN 就做了分析，他说，对川普来说，说服习近平飞越半个地球，让他出席这一次的就职典礼，那当然很成功。可是习近平未必会配合演出，他何必呢？川普强调美中关系良好，可是他个人和中国的关系也好得惊人，所以我邀请你，如果你来了，那对他来说是天光。可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没有必要配合演出啊，所以一般预料习近平出席的可能性非常的小。来，请教董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跟大陆的关系深受这一次马英九基金会，然后邀请了马龙他们来的时候大获好评。本来陆委会想说，我们其实有个交流的契机嘛，来了，结果大获好评以后，在绿营内部里面闹翻了。为什么？来的这些学生看起来程度这么高，然后来的这些选手又都是世界有名的，然后最主要是看到我们年轻人，哇，大家把他对不对当偶像这样抢着合拍，抢着签名什么，这个现象让民进党内部闹翻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想方设法，先怎么样找青鸟去闹。闹了又哇，好像我们自己都没有自尊了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年轻人或都是大学生，那种程度高下立判一边是畏畏缩缩，然后讲不出内容的东西，一边大家看的就是就是很有程度、有教养的。你可以看到，真的就是这样。那我们就里面揭示揭端，假装说，他怎么可以讲中国台北？这很奇怪，这是本来就是他的用语嘛。那你看美国所有的官员都在讲一中，你又怎么不反应？他当赖清德的面子都在讲一中，赖清德去夏威夷，人家 AIT 理事主席理事那个蓝英当场就讲我们美国是一中，你又怎么不呛他？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事件对我们现在的两岸政策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民进党现在希望说不要交流，交流就是统战，就开始做出一些动作。可是对他讲不能交流又很难听啊。所以他在现在的双城论坛里面就做了一些动作了，动作他就假装说，惩毒22条怎么样？这些都是借口了。那当然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赖清德，到那个去访问了，那时候我们的国安单位其实是被赖清德给抛弃的，因为赖清德我们元首出访都会带国安团队，国安团队都会现场去勘察。这一次完全没有，他们完全没有被邀，蔡明燕没有，吴钊燮也没有，一个局长一个秘书长通通没有。为什么？因为赖清德对你们不信任，你们是蔡英文前朝的重臣，你们是在监督我，你们会去打小报告，你们是美国设在我这边的，所以这些对赖清德来讲他是没办法承受，我还让你跟前跟后吗？所以他对这个不放心，这些单位就很凌厉的开始去讲赖总统出访中国大陆一定会有联合利剑西到处去讲然后就开始每天会声会影，每天媒体就大肆报道，结果没有，到最后一天都还在讲，马上就今天就会有，还没有，然后还好他们总算在赖清德回来以后，好像看到了有个演习，就开始大张旗鼓，你怎么可以这样？有史以来最大，就在那边自言自语那讲了这个，当然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就是我们国安单位自己来自我解嘲，因为他们所有的判断都完全不准，那被国人看笑话。你们所有的判断说中共军会怎么样，所有东西都是错的，包括这次你讲他军演，这对他来讲哪是军演？他不是军演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这种情况下，你要去跟对方有正式的官方接触是不可能，可是民间我就要卡你一下。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台湾现在的情况是很这样，可是你要了解中国大陆他现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种态度不一样，就是说他也很清楚
赖清德就是一个纯粹台独，美国对他也不放心，但是他现在必须打起精神，最主要他的交涉对象，他不是台湾这个政府啊，他当然是新上任的美国总统会下来会怎么样嘛？那过去我们看就中国大陆对美国总统的要求，大概从2018中美贸易大战开始这6年来，他都配合啊，大家都做了很多承诺，可是美国对自己所有的承诺通通推翻，美国讲的话都不算话，鼓励台独，拉帮结派搞冷战，这些美国通通做，不管是川普或者是拜登都这样做，所以美国是全世界最不可信任的、最无情的，他共用很多武器让以色列去。到处去杀人，对不对？大家也都知道违反普世价值，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我觉得他有个新的想法，就说你不必配合美国，他要报复你，他不会跟你讲交情，说我跟习近平交情多好，不会。川普这个人只要有利益他连他老妈都会出卖，只要有钱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也很清楚，我上次的中美贸易我是突然被你袭击嘛，但是我这次很清楚，你上任以后，你一定会对我有动作，所以我已经准备好很多动作在等你，就这个背景。是，不过我觉得川普也蛮厉害的他出这一招，过去很少没有看过吧？美国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元首的就职典礼是请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过去。不只是中国大陆领导人，世界各国领导人他们从来他们都没有邀请过，150年来都没有请过。所以川普真的是很厉害。第一个，他要破惯例。是，然后他自己也说这是一个小小的风险那当然这个问题就在于大陆会不会买单习近平会不会去一般我们的估计是不会去了因为这个不是符合中国的惯例，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是不会去出席外国的领导人的这个就职典礼。通常都是派他的这个国家副主席是那例如说去年的时候，查理王子加冕，就是查理王子登基了英国的新的国王上台的时候，那出席他的典礼的就是韩正国家副主席，还有中南美洲中美洲的秘鲁吧，还是哪一个国家，他们也是这个总统新就任。他们邀请中国的时候，中国大陆去的也是韩正所以我个人认为，习近平在川普的就任里面应该是不会去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会派谁去呢？如果是派韩正的话，那就是跟英国同规格，跟一般的各个国家同规格这就是如果他是派韩正当一个代表团过去的话，那规格是一样的。如果再拉高的话，例如说人大常委会的主席那规格就拉高了。如果是李强去的话，那规格就拉得更高了，那就是显示出中国大陆对于这个美国的新政府它是欢迎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两国之间好的开始。那当然我们要看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不过我们谈到这个陆委会这一次又把这个上海市台办的主任不让他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站不住脚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市台办他们在大陆的工作是服务我们台湾人，台商在大陆的台湾人其实不止台商，包就学括学生、台商、移居的，跟着先生去或者跟着父母在那边生活读书的小孩子，还有台湾的旅客，台湾的游客如果到大陆去的话，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去找台办就对了。所以他是服务台商的，然后你把他禁止他来台湾。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合理的。然后他的理由后来拿出来的一个理由是说什么抗议什么惩读22条等等那就换言之，也就是说你陆委会你摆明了你民进党就是要读台独你不要台独怎么会有惩读呢？那换言之也就此地无银300两，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一个民进党，就是说我陆委会就是要搞台独。所以呢，我要抗议你，要惩罚我这个台独的陆委会，这个，我们实在是无法理解，怎么会是这种水准的人来主持这个陆委会？这次的演习其实也不叫演习啦，因为应该讲就是了不起，就是一个训练。你看我们的国防部也好，国安单位也好或者是国防所谓的智库真的是闹了一场大笑话，而且是故意的闹了一场大笑话。AIT 说不是针对于这个赖清德的，那他也没有在台湾的周围进行攻台的演练。那请问一下，不是针对赖清德，也没有在台湾的周围进行攻台的演练，
然后它是在更远的地方进行演练，那到底是针对美国、针对日本、针对哪一个国家，你也说不清楚，因为基本上就不是针对台湾的攻台演练，也不是针对赖清德，更不是演习，他只是说他的军队的规模跟演习那么的一样大，但是台湾很小3点多万平方公里，在台湾4州里面是这个规模，如果你放到整个西太平洋，从北到南的话，那这个规模算小很多，好不好 ？AIT 要有一点点军事的素养吧。是，来，请问舰长。我们来看啊，这个民进党政府应该看了觉得很痛心啊。这个是川普在12月8号他的一个社群媒体写的 China can help，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啊？以前民进党政府都讲的是台湾 can help， 但是在川普的那个心中是 China can help。那至于说会不会啊？这个习近平主席会不会去啊？不会去，为什么？因为去了绝对就被川普给戏弄。还记得吗？上一个去的是谁？上一个去的也就是加拿大的总理布鲁道。他到了之后，川普怎么讲？川普就说：“那个你如果不想要缴这个25%的关税，没有关系，那你就成为第51州，变成加拿大州嘛。加拿大州长来了。”所以谁去谁倒霉啊？那而且川普已经讲了，他讲说其实呢，他就是觉得他喜欢冒险。那他喜欢冒险，可是你确定别人喜欢冒险吗？不一定啊。那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者是演练啊，我一开始来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就说，你看这7个空域保留区，它为什么没有过海峡中线呢？我们想一想，他为什么没过海峡中线呢？他明明在做联合利剑2024A、2024B 都通过海峡中线，为什么没有？因为他在做自己的演练嘛。因为我之前写过一篇论文，在分析2020年跟2021年解放军的军演，我们比对一下，尤其像这个21年这个靴子的部分，就是这个位置啊，有没有觉得很像啊？那个就是他自己的演练。然后我们的这些国安人士，所谓的国安人士啊。如果说你真的这么在意你的国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话，你报出你的名号来嘛，不要国安人士的，不然人家以为你卖那个感冒糖浆的。那你就一直在讲中国说不出口的演习，现在是换了你吧，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直接路透社就来打你的脸啊！路透社讲的是谁啊？他讲的是引述的是美国国防部的看法，他说其实跟赖清德无关，而且也不是什么以前从来没有的军演，都不是。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其实这就是一个摆明的大内宣。那如果说我们仔细看一看的话，我们周边的国家他们都说会有影响。我们看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有吭什么声吗？没有啊，他什么都没说。那个菲律宾有说什么吗？也没说什么。菲律宾最爱在那边拱火，最爱说中国大陆对他怎么样，他也没说话。那到底是谁在说话？就只有这个国安人士在说而已。